高压指的是高电压，在马达界并没有明确的高低压定义，但低压马达多说明为48伏以下的马达，而高压马达几乎都是超过100伏。巨型的高压马达甚至使用到几千或万以上的电压。当然，它在结构上与低压马达有诸多的不同，可别以为低压马达能轻易的担起高压马达的任务哦。这就得说说介电崩溃了。当施加在绝缘体上的电压超过一定值后，绝缘体的电阻会迅速下降，使其一部分变为导体而有电流通过，也就是常听到的电击穿。若是空气发生介电崩溃，那段导通的路径就是人们说的电弧。生活中的打火机也是利用这样的原理，让产生的电弧与释放的可燃气体迸发出火焰。介电崩溃发生除了电压大小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子，那就是爬电距离。它是指散落在导体周围绝缘物体表面的电荷会自行导通的距离，进而产生火花。也就是说，在这个距离以内就容易有崩溃的现象发生。而马达的爬电距离属短，在大电压的状况下，高压马达就更容易产生电火花。好在你 Jibo 的高压马达使用的电压并没有那么高，只要打造充足的绝缘防护，就能化险为夷啦。对高压马达来说，最需要担心的是铁芯片与气包线的绝缘失效引发的短路或性能不良。所以我们会在定子铁芯槽内添加绝缘纸，并且使用较多的换上器片数及槽数组合来优化马达的机械和电气特性，像是运行效率、噪音、震动。在线圈方面，我们会使用更细的线径、更多的绕线圈数来降低通过线圈内的电流。视情况添加树脂类的绝缘层，或者使用较高绝缘系数的布品。细线多槽的结构让高压马达的生产较复杂且耗时，加上绝缘布品的采购及装配，制造成本也就跟着提升。此外，绕线圈数多等于电流走的路径比较长，所以高压马达的惯性会比较大，调速反应相对慢一些。不过，直接使用高电压也就降低了高低电压转换产生的能量耗损，达到节能的效果。而其低电流的特性也让电力负荷、耐冲击能力有些的系统得以使用。也正因为如此，高压马达相对适合高输出功率的应用。此外，因其结构换上器片数多，换上频率较多且快速，容易导致温升快速，进而引发环火现象。高压马达成品出货前会执行耐压与绝缘阻抗的测试，检验马达的高电压耐受能力。这两个测试都会输入一定的电压给马达，经由结果挑出良品。高压马达最大的核心优势是能够驾驭大功率，但是过电流却很小。如果这刚好切合你的需求，高压马达可以成为你的选项之一。但切记，要先设定好使用的电压，并确定对应的桥式整流器及电容的配置，才能让马达制造商准确、快速的协助到你。